大家好，我是艳红。当我看到金嵌珍珠天球仪的时候，我被这传统非遗工艺与天文完美结合的国宝所震撼到了，抑制不了自己内心的冲动，想要挑战用易拉罐来进行一个仿制。因为天球仪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并涉及到了很多的天文学知识，所以呢，这里我来到了我的朋友蜀君这里，来请他帮忙分解一下天球仪的结构。清乾隆金嵌珍珠天球仪是清代乾隆年间内务府造办处用黄金做成的模型，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通高83厘米，总重5201克，由底座、支架和天球3个部分组成。今天我们用易拉罐制作的天球仪大约为原版的1/2。原版天球仪整体以传统工艺花丝镶嵌、錾刻以及珐琅工艺制作。这里我们将用手工的方式，用易拉罐掐丝、热塑以及景泰蓝烧化烤胶的方式，模拟出类似的效果。用我们身边容易获得的材料来进行制作。先用易拉罐制作一些龙鸣和祥云的配件备用。底座部分的材料，这里用到的是之前拼模型剩下的亚克力盒子。清乾隆金嵌珍珠天球仪的底座为圆形的珐琅底座，通体以细丝盘出缠枝花纹，嵌以烧蓝和淡蓝色的珐琅釉，又以4个龙首为形。这里我们将底座部分制作为2个部分，下底座部分以泡沫板增加厚度，并用粒粉覆盖表面，待干后进行塑形打磨。上底座部分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并用铁丝制作4个向上的支架，中间有一个景泰蓝镶边的指南针，中间用一根笔杆将铁丝弯成漏斗的形状，将上底座的边缘处掐丝，并用丙烯颜料绘制花纹。最后再用 UV 胶封层，这样就可以呈现出仿珐琅的质感了。上底座盘旋了9条金龙支撑天球的部分，这里用铁丝做好龙的骨架，中间1条盘旋在中柱上，再用热塑材料进行龙的塑形。原版下底座的边缘部分是用花丝工艺制作的镂空镶边，这里用易拉罐掐丝来进行仿制，掐好后剪去多余的部分，并粘贴在底座上。上面的边缘用易拉罐掐扁铝丝做底，上边缘也用扁铝丝掐出祥云纹和蝙蝠纹，再用蓝色沙子和 UV 胶封层。中间的指南针为珐琅镶边，这里用丙烯颜料绘制和 UV 胶封边。底座盘上是錾刻工艺做出的浮雕海浪，这里用热塑材料来进行仿制。现在呢，他们正在进行一件一保的流程。2022年4月16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神舟13号载人航天飞船3名宇航员顺利着陆。当王亚平出舱的那一刻说出摘星星的妈妈回来了的时候，我的内心顿时被这句温情的话所打动。我觉得我制作的这个天球仪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对，它缺少了一颗星星来赋予它更美好的意义。2900万年前，一颗围绕天狼星 A 公转的行星，因为银河超级波的冲击而爆炸，行星的碎片往4面8方飞散，有些碎片在星际空间长途跋涉之后来到地球，降落在哥伦比亚的地表，产生的高温融化了地表的矿物和碎片，冷却后形成了玻璃陨石，被叫做亚利桑那陨石。感谢我的好友大海，让我能够遇见它。我将天球仪的柱子改成了发光的底座，让它和天球仪成为一体。想象它穿越万年的时空来到这个天球仪上，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中国春秋以来有700多次陨石降落的文献记载，这是世界上对陨石记录的最系统的资料。中国是世界上天文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对天文的追寻也从未停止过。大概从4、5千年以前，中国的祖先就每天观测日月星辰，就像这天球仪上的每一颗星一样。当它被记录下来的那一刻，就注定了一定会成为永恒。
当我听到国家宝藏里根老师这段话的时候，非常的感动。我也想尽我所能，把这个回眸之气、认知之气、惊醒之气、激励之气做好。天球球体用珍珠镶嵌了28星宿、300个星座和2200多颗星，并阴刻紫微垣、天市垣和太微垣。这次制作以一项考成续篇古天文图为参考，因为原版天球仪所标的星宿都为镜像，所以这里也将古天文图进行了镜像处理，再绘制在球体上。标好位置以后，再进行雕刻。其中还需要注意更改天球仪和古天文图上有区别的地方。再根据星星的亮度对上相应大小的半面珠，太阳直射点的附近标上24节气。天狼星这里用蓝色区分标记，代表着陨石来源的位置。围绕球体有子午环和地平环，这里用亚克力板制作成透明的。北极还有一个时辰盘。经过长达20多天呕心沥血的制作，终于将这个易拉罐天球仪完成了。虽然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比如天球仪内部的机械结构没有办法搞清楚，但是这个也是尽到了我最大的努力来完成的。放眼望去，天球仪将星空尽收眼底。在这次仿制过程中，学习到了很多的天文学的知识，也让我感受到了古代天文学家的不懈努力。在中国1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祖先从未曾停止过对日月星辰的观测，这种研究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而在我们的当代，嫦娥揽月、北斗指路、天眼观天、天问奔火、天宫揽胜，一个个重大的科技项目不断地刷新着我国科技发展的新高度。我们也从观测星象到走向太空，这都少不了一代一代天文学家、航天人的努力。我想在古代，我们的先人也梦想去看看这宇宙的模样，希望能够将古人梦想和今天中国人的飞天之梦结合在一起，以此向探索星辰的中国航天人致敬。